今天我们来聊聊冬天里的养生秘密武器，5种12月一定要吃的水果。天气一冷，不少人就不爱吃水果，觉得寒凉伤胃。但其实这是隆冬时节，有些当季水果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巨大好处，补足气血，稳定血压，畅通血管，让整个冬天都精力充沛，血脉通畅。哪5种水果这么厉害呢？今天就一次介绍给你，连医生都偷偷在吃它们，如果错过了，可真的要再等1年咯。第5种水果就是被称为天然维生素丸的冬枣。别看冬枣个头小小，圆圆的，咬起来脆甜多汁，实际上它体内藏着惊人的营养能量。你能想象吗？每100克冬枣的维生素 C 含量平均高达约240毫克，是橘子的7倍，苹果的60倍。也就是说，吃上几颗冬枣就相当于喝下大杯橙汁，满满的维生素 C， 帮助提高免疫力，预防冬季感冒。难怪有营养学家感叹，1天3枣，终身不老。当然，这有些夸张，但冬枣的抗氧化和免疫提升作用确实不容小觑。冬枣不仅维生素 C 冠绝水果界，它还富含叶酸、膳食纤维和烟酸等营养素，这意味着冬枣能补气养血，健脾和胃。中医常说红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而冬枣作为鲜食的红枣品种，对于气虚血弱的人特别友好。很多手术后或产后调养的食谱里，红枣是常客，因为它能帮助提升红细胞和血红蛋白，让人脸色红润有精神。医生们也知道这个道理，据说有些护士和医师在值冬季夜班时会抓一把冬枣当零食，不仅提神，还能补充体力，预防贫血。一口咬下去，甜甜脆脆，比吃维生素片愉快多了。除了补气血，冬枣还有护血管的效果。维生素 C 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关键，胶原蛋白就像血管壁的弹性胶水，维 C 充足，血管弹性就好，不容易硬化破裂。另外，冬枣含的黄酮类物质也对心血管有益，可帮助降低毛细血管脆性，促进血液循环。所以常吃冬枣的人，冬天手脚冰冷的状况可能会减轻，气色和末梢循环也比较好。在寒冷季节补点冬枣，等于给身体的水管刷一层保护膜，血管更有弹性，更通畅。说了这么多优点，也要提醒大家，冬枣虽好，但不要贪吃过量，因为冬枣实在太甜了，天然含糖量高达 25% 到 30%， 热量也不低。100克冬枣的热量接近105大卡，差不多抵上1小碗米饭呢。很多人一不小心一口气能吃10几颗冬枣，结果摄入大量糖分，对血糖不利。尤其糖尿病患者要节制，每天几颗肠胃即可，以免血糖波动。还有冬枣皮比较韧，富含纤维，胃肠消化功能弱的人一下子吃太多，可能出现胀肚不适。所以养生也要适度，每天吃5-6颗新鲜冬枣最为适宜。另外一个小贴士，吃完冬枣记得漱口，因为枣子的糖分和有机酸残留容易腐蚀牙齿。掌握好这些分寸，冬枣就能成为你12月甜蜜又健康的小帮手。第4种水果是润肺止咳的高手柿子。一到深秋初冬，火红的柿子挂满枝头，就像一盏盏橘红色的灯笼。俗话说，霜打的柿子如红药，出霜后的柿子特别甜软，也特别适合滋补身体。柿子在中医看来，性凉味甘，能清热润燥，化痰止咳，是对付秋冬干燥咳嗽的天然良方。很多老人家喉咙干痒时，会含一小口柿饼，或吃半个软柿子，缓解咽喉的不适。一些耳鼻喉科医生也指出，柿子的清凉特性确实可以舒缓喉咙红肿，减少干咳频率。对于秋燥导致的干咳、喉咙痛，来上一颗软糯香甜的柿子，润肺效果立竿见影，这可比一瓶止咳糖浆美味多了。柿子的营养价值也非常全面，它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A、维生素 C 和钾元素等等，其中维生素 A 有保护视力、增强免疫的作用，维生素 C 含量比一般水果还高，一个中等大小的柿子就能提供日需维 C 的大半，帮助提高白血球活性，让我们在冬天少生病。钾元素则是调节血压的重要矿物质，柿子钾含量丰富，适量食用可以促进钠盐排出，具有稳定血压、
消除水肿的效果。因此，高血压患者在冬季不妨每天吃上半颗柿子，既能满足嘴馋，又有助血压平稳。难怪老一辈常说，冬天吃柿子不怕高血压找上门。更厉害的是，柿子对保护心血管也有一定功劳。柿子里的多酚类物质，比如鞣酸、原花青素等，是强力的抗氧化剂。现代研究发现，常吃柿子可以降低坏胆固醇的氧化概率，减少动脉粥样硬化风险。换句话说，柿子的天然抗氧化物会帮助防止我们血管内壁形成斑块，对心血管非常友好。有人形象地把柿子称为血管的软化剂，尤其对于中老年人，适当吃柿子或柿饼，有助于血管保持弹性，不容易发生堵塞。一些心脏科医生表示，他们鼓励心血管风险高的患者，在冬季可以少量多次的吃些柿子或饮用柿叶茶。原来，日本和台湾民间都有用柿子叶泡茶降血压的传统，因为柿叶中含有大量芦丁、芸香苷等黄酮，可以加强微血管，降低血压。连医生都认可的土方法，确实有科学道理呢。当然，吃柿子也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新鲜柿子性寒，肠胃虚寒的人不要吃太多生柿子，以免腹泻或胃不舒服。如果很喜欢柿子的滋味，可以把柿子做成熟甜的柿饼来吃。经过日晒风干的柿饼，寒性会降低，反而变得温润，而且其中的维生素 A 还提升了数倍，对保护眼睛和黏膜更有益。但不管生柿子还是柿饼，都不宜空腹食用。这是因为柿子含有较多的鞣酸和果胶，空腹时在强酸性胃液作用下，可能与食物纤维结合形成结块，俗称胃柿石，引起消化不良甚至剧烈胃痛。所以一定要饭后适量吃柿子，既能帮助消化，又避免胃里结石。另外，民间有句老话，柿子配螃蟹，铁打的肚子也受不了。意思是柿子不能和蟹同食，否则容易中毒。其实现代医学看来，柿子和蟹本身不会产生剧毒，但两者都属寒凉且富含蛋白和鞣酸，同吃可能加重肠胃负担，引发不适甚至腹泻，所以还是尽量避免这种组合。总之，吃柿子的关键在于适时适量，在柿子盛产的12月，挑1-2颗熟透的甜柿享用，不仅满足口福，还能润肺降压，一举两得。第三种推荐的冬季水果是家喻户晓的柑橘类、橘子、橙子，这些冬天随处可见的橘黄色水果。也许你会想，橘子、橙子谁没吃过？它们有什么特别吗？别小看这寻常水果，它可是冬季抗疲劳、护血管的小高手呢。首先，柑橘类富含维生素 C， 尽管含量不如刚才提到的冬枣和柿子那么爆表，但胜在容易大量食用，而且吸收率高。吃上2-3颗橘子，就能补足1天所需的维 C， 帮助提升免疫力，预防感冒。难怪西方有句俗语，每天1颗橘子，医生远离我。维生素 C 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对皮肤和血管都有好处。冬天容易皮肤干裂或牙龈出血的人，多吃点橙子、橘子，有助改善这些症状。除了维生素，柑橘类最厉害的是它的生物类黄酮。很多人注意到橘子内囊和橘皮间有白色的网络和海绵丝，那层白丝叫橘络，以及橘子白色内皮，其实富含一种神奇的维生素 P 及类黄酮物质，如陈皮苷、芸香苷等。这些物质能够增强毛细血管韧性，降低毛细血管渗透性，也就是让血管壁更强韧，不易出血。对于容易牙龈出血或微血管破裂淤青的人，橘子带点白丝一起吃，有意想不到的保健作用。不仅如此，类黄酮还被发现有助降低血压和胆固醇。研究显示，橙子和葡萄柚中所含的陈皮苷、柚皮素等成分，可以改善血管内皮功能，促进血管扩张，同时抑制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这意味着常吃橘橙类水果，对于预防动脉硬化、控制高血压都有一定益处。更巧妙的是，橘子还能通血管。所谓通血管，一方面指橘子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主要是果胶，果胶在肠道中会吸附胆固醇，并促进其排出体外，从而有助于降低血液中胆固醇水平，保持血管畅通。另一方面，
橘子含有柠檬酸和钾离子，前者能减轻血液酸性产物对血管的影响，后者则有利尿作用，减轻心脏负担，二者对高血压人群都很有益处。曾有一项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的大型研究指出，经常吃水果，尤其是柑橘、苹果等的人中风含心脏病风险明显降低，其中的机理就包括水果提供的钾和抗氧化物降低了血压和动脉硬化风险。因此把橘子当成日常零食，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给心脏减压。从中医角度看，橘子、橙子也是冬令调养佳品。中医认为柑橘类可以理气健脾，简单说就是帮助消化、疏解压力。冬天很多人活动少，喜欢吃大鱼大肉，容易消化不良或觉得胸腹胀闷，吃上几瓣酸甜多汁的橘子，既解腻又让胃口打开，这就是理气的作用。有一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其实在南方民间还有冬天一碗橘子胜过补药10服的说法，意思是冬天常吃橘子对健康大有好处，胜似补药。这当然有夸张成分，但也反映出橘子的养生价值被古人所认可。值得一提的是，橘皮经过晾晒盛放后，就是著名的中药陈皮。陈皮能燥湿化痰、健脾和胃，在许多治疗痰湿、咳嗽、食积胀满的方子里都少不了它。为什么要提陈皮呢？因为当你吃橘子的时候，不妨把那芳香的外皮洗净留用，泡茶或者入菜，它的类黄酮和精油成分释放出来，既助消化又降血脂，可谓物尽其用。当然，吃柑橘类也需要适度。首先，它虽然营养，但糖分也不低。一个中等橘子含糖约10克，吃太多对血糖不利，所以糖尿病朋友可以吃橘子，但要算入碳水总量，不可无限制的吃。其次，有的人吃橘子容易上火，比如长口疮或喉咙干痛，其实那多半是因为吃过量导致摄入糖分过多，热量过剩，引起体内失衡。因此，像橘子这种好吃的水果，一次不要吃太多，一天2到3个为宜。还有一点要提醒，吃完橘子记得刷牙或漱口，因为橘子富含果酸和糖分，残留在牙齿上，可能腐蚀牙齿珐琅质，引发蛀牙。只要注意这些，小小橘子就能成为冬日里既平凡又神奇的健康拍档。第二种水果是酸酸甜甜的山楂。不少人可能疑惑，山楂不是夏天做冰糖葫芦、山楂片吃的吗？其实深秋初冬才是新鲜山楂大量上市的季节。别看山楂个头小，味道很酸，它可是一种药食同源的宝贝，在养生界的地位相当高。山楂最广为人知的功效就是助消化、解油腻。每逢过节大鱼大肉后，中国民间有喝山楂汤或山楂茶的习惯，来帮助肚子消滞。因为山楂含有丰富的有机酸和解脂酶，能促进胃酸分泌，特别善于分解肉类等高脂肪食物。本草纲目早在明朝就记载山楂能消肉食积，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所以山楂干被做成开胃消食的中成药，比如著名的保和丸里面，山楂就是君药。如果您或者家人冬天容易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不妨在饭后泡杯山楂水喝，健脾开胃效果很好。然而，别以为山楂只是个开胃小果，它在护心降脂方面的本领更是令人赞叹。山楂被称为中老年人的长寿食品，因为现代研究发现，它对心血管系统有全方位的益处。首先，山楂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物质，能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心肌供血。临床上有用山楂制成的中成药来辅助治疗轻度心绞痛和心律不齐，说明它确实有强心作用。其次，山楂最突出的贡献在于降血脂、通血脉。2020年版中国药典甚至专门新增了山楂的化浊降脂功效，强调它降血脂、降血压的核心作用。科学实验发现，山楂所含的总黄酮、三萜类成分可以降低血液中的总胆固醇 TC 和低密度胆固醇 LDL， 也就是坏胆固醇，并且有提升高密度胆固醇、好的胆固醇的趋势。同时，山楂黄酮能激活体内胆固醇代谢酶，加速脂质分解和排泄，减少脂肪在肝脏和血管的沉积。换言之，
常吃山楂有助于清理血管中的脂肪垃圾，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难怪有高血脂、高血压风险的人，在中医师指导下吃山楂丸或山楂茶，往往能看到血脂指标和血压的改善。对此，一些西医心内科医生也持开放态度。他们发现某些轻度高血压、高血脂患者配合山楂保健后，血压血脂控制更平稳。因此，不少医生自己也养成一个小习惯，每天嚼几颗山楂干或无糖山楂片，既当零食又保养心血管。除了降脂，山楂还有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有些中老年人血粘度高，容易血栓、供血不足，山楂刚好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中医认为山楂胃酸入肝经，能活血散瘀，化解血滞，所以民间把山楂看作预防血管堵塞、小中风的食疗佳品。现代医药研究也证实，山楂提取物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对于血液容易有小凝块、动脉容易长斑块的人群，每天适量吃点山楂，有助降低这些危险因素。可以说，山楂虽酸，却呵护着我们甜蜜的生命线，是实至名归的血管清道夫。山楂本身还提供不少维生素和抗老物质，比如山楂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这两者都是优秀的抗氧化剂和免疫助攻手。维生素 C 提高身体对外界环境的抗应激能力，增强免疫细胞功能。维生素 E 则维持免疫系统稳定，并保护细胞膜不受氧化伤害。山楂同时拥有这两种维生素，在体内可以协同作战，帮助我们抵御冬季各种疾病侵袭。难怪有人说，山楂不仅通血管，还能延缓衰老，这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山楂中的抗氧化物清除了损害血管和器官的自由基，减轻慢性炎症，延缓老化进程。由内而外的保健加上活血通络的作用，经常吃山楂的人精神状态往往更好，看起来也更显年轻。如此好的山楂在食用上也有几点注意。首先，山楂酸性很强，胃酸过多或有胃溃疡的人要谨慎食用，以免刺激胃黏膜加重不适。可以改用山楂干泡水，减少直接酸刺激。其次，孕妇最好忌食山楂。中医认为山楂有活血作用，孕期食用可能增加流产风险。现代观察也发现山楂可能促进子宫收缩，所以稳妥起见，孕妈妈们贪嘴也要忍一忍。再次，山楂不宜空腹吃，空腹食过多，酸性会让人胃部难受，甚至泛酸烧心，建议饭后适量享用。还有，山楂虽能降糖降脂，但加工的山楂制品，糖葫芦、山楂饼、山楂罐头等，往往加了大量糖，甜滋滋的，反而不利血糖、血脂控制。如果是糖尿病或需要控制体重的人，最好选择新鲜山楂或纯山楂干，自制茶饮才能真正收到保健效果。最后，由于山楂含酸和糖都多，吃完要漱口护牙，以免损害牙齿。总的来说，每天吃上几颗山楂或喝杯山楂茶，就能帮你疏通血管、消食化积，让这个冬天既享美食，又不怕油腻伤身。第一种压轴水果，就是有心血管守护神美誉的石榴。石榴那晶莹剔透的红宝石般果粒，光看着就让人心生喜爱。在古代，石榴象征多子多福，而在现代营养学中，石榴更是因为对心脏和血管的大大益处而备受推崇。你可能不知道，石榴其貌虽然平平，但它的果汁抗氧化能力几乎是所有水果之冠。石榴富含多酚类物质，如鞣花酸、石榴多酚 punicalagin 和花青素、维生素 C 等，这些都是强力的抗氧化剂。它们能有效中和自由基，减少对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延缓动脉硬化的进程。简单来说，石榴就像是血管的防锈油，经常吃可以保护血管不被氧化物质侵蚀、生锈。石榴对降血压、清血管的奇效更是有实验佐证的。以色列有项经典研究，让患有颈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每天饮用50毫升石榴汁，坚持了1年之后，结果令人震惊，患者颈动脉斑块厚度平均减少了约 30% 之多，同时他们的收缩压也下降了，整体心血管健康有明显改善。这等于给血管做了一次温和的洗涤。
而秘密武器正是石榴中的多酚抗氧化物，清除了血管壁上的沉积物。还有另一项针对高血压患者的小型试验显示，每天饮用石榴汁2周，平均收缩压降低了约 5%。 而且有趣的是，患者体内一种叫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ACE 的活性也下降了约30%。 ACE 是导致血管收缩、血压上升的关键酶，很多降压药就是用来抑制 ACE 的，而石榴汁居然天然的达到了类似效果。难怪有人说石榴是可口的降压药。想象下，每天喝1小杯鲜榨石榴汁，不仅清爽美味，还帮你慢慢把血压和动脉硬化风险给降了下来，这是不是很神奇？石榴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护心功效，关键就在于它丰富的植物化学成分协同作用，其中的石榴多酚是明星，它不仅抗氧化，还被证实可以减少坏胆固醇 LDL 的氧化和聚集，防止动脉斑块形成。同时，石榴籽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比如石榴籽油富含的亚油酸、亚麻酸，对于改善血脂也有帮助。再加上维生素 C 可以增强血管弹性，叶酸有助于降低同型半胱氨酸，一种伤害血管的物质。石榴可谓把维护心血管的营养全家福都装在了一个果子里。对健康的人来说，日常适量吃点石榴有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而对有高血压、高血脂或动脉硬化早期的人来说，石榴简直就是天然的治疗补充。一些心脏科医生在营养门诊中也会建议患者，如果经济和消化能力允许，可以经常喝点石榴汁作为药物之外的辅助疗法。甚至有医生自己每天早餐就会来半杯纯石榴汁，为的就是长期维持血管年轻态。除了对心脏和血管，石榴还有其他惊喜的益处，例如它的抗炎抗菌能力。石榴中的鞣质和多酚对一些细菌有抑制作用，民间有用石榴皮煎水治疗腹泻的偏方，就是因为石榴皮里的鞣质能收敛止泻，杀灭部分肠道细菌。对口腔牙龈发炎、咽喉肿痛的人来说，用淡石榴汁漱口也有一定缓解作用，因其抗菌抗炎且富含维 C， 促进伤口愈合。石榴还富含膳食纤维，那些红宝石似的果粒其实包裹着一颗颗小种子，很多人嫌麻烦会吐掉，但其实石榴籽可以咬碎吞下，里面的纤维含脂肪酸对身体有益，还能促进肠道蠕动，防治便秘。更妙的是，石榴在女性养颜方面也很出名，由于其抗氧化能力突出，有美容圣果之称，适量食用有助于减少皮肤胶原流失，让气色更加红润。古代杨贵妃就特别钟爱石榴，传说她认为吃石榴能保持青春美貌。现代女性则更乐于相信科学，石榴的确提供了维生素 C 和花青素，前者参与胶原蛋白合成，后者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伤害，长期看对皮肤状态有正面作用。所以爱美的女士们，冬天别光顾着护肤品，记得也吃点石榴，从内滋养哦。说到这里，你或许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去买石榴了。不过吃石榴也有几个小提醒。首先，石榴虽好，但糖分不少，甜石榴含糖量在 13% 以上，虽然多为果糖，但大量摄入一样会造成血糖负担。因此糖尿病患者要控制量，每次半个为宜，或者用榨汁机打石榴时加点水稀释，不要额外加糖。其次，石榴属温性略偏酸，消化功能不好或胃酸过多的人也不宜空腹大量食用，以免胃部不适。如果觉得鲜石榴不好剥或不好嚼，可以把石榴颗粒撒在酸奶或沙拉里一起吃，既增加风味又降低对胃的刺激。最后，市场上有石榴汁饮料，但大多数含糖很高或果汁含量有限，保健作用远不如新鲜石榴。想获益还得吃真水果或喝纯石榴现榨汁。有条件的话，买一台手动压汁机，对切的石榴一挤，鲜红的汁液就出来了，非常方便。坚持每日来1小杯，你的血管一定会偷偷感谢你。好了，以上我们深入介绍了5种在12月当季营养丰富又易于新生健康的水果，它们各有千秋。冬枣补中益气，提高免疫；柿子润肺止咳，平稳血压；橘橙通畅血管，理气健脾；山楂降脂消积，活血护心；石榴抗氧清斑；
降压养颜。这些水果的共同点就是能帮助我们补气血，让身体更有活力，脸色红润不疲惫，稳血压，给心脏减压，预防高血压波动，通血管，清理血脂垃圾，维持血管弹性畅通。冬季天寒地冻，人体的血液循环也容易变慢变粘稠，所以更需要我们从饮食下手来调理。而大自然其实早就贴心的准备好了当季水果作为御寒滋补的礼物。如果你善加利用，每天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这些水果，小小改变就可能带来整个冬天的大不同。手脚暖了，咳嗽少了，血压稳了，精气神也足了。最后温馨提示，水果虽好，但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强调一个度字，任何一种水果都要融入均衡饮食的整体中，适量摄取，才能发挥正面作用，而不产生副作用。另外，因人而异，选择适合自己的水果也很重要。如果你有某些基础疾病或特殊体质，最好咨询医生或营养师建议。然而，大多数情况下，上述这5种当季水果对普罗大众都是有益的，连专业医生自己都在寒冬中偷偷享用它们的好处，我们又何不抓紧机会呢？12月就在眼前，赶快把握住这1年1次的天然滋补良机，每天一道水果，用美味守护健康。等到来年春暖花开时，你会庆幸今冬没有错过这些隐藏版的养生密码。如果错过了，真的只能再等1年了。现在就行动吧，为了你的气血充盈和血管年轻，从今天开始，把冬天的水果疗法用起来。祝大家都能平安温暖地度过这个冬季，拥有满满的健康能量。